薰儿出现的那一刹，萧炎眼中血色飞速退散，就连手掌上的毁灭火莲也悄然散去。望着眼前那仙气空灵的青衣女子，萧炎只觉得有些不真实。薰儿看到萧炎那一脸的难以置信时，不由得轻笑道：“萧炎哥哥。”萧炎吃了也醉了，只见他踏前一步，伸出双臂，然后直接是在无数道惊呼目光中，将面前的女孩狠狠地搂进怀里。被萧炎突袭的薰儿没有闪避，也不愿闪避，象征性的挣扎了一下后，便由着萧炎去了。跟着薰儿来的2名老者却是炸了。虽说在族内听到过一点消息，但还是很气自家的好白菜被猪拱了。要知道，薰儿可是古族血脉最清纯的天骄，是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。放眼整个古族，不知道有多少天赋近妖的年轻俊杰对薰儿无比青睐与痴情。可谁让薰儿看上了他呢？小医仙看到萧炎冲上去抱着薰儿的样子，想起了平时萧炎提到薰儿时的眷恋，美眸之中掠过一丝暗淡，心中忍不住地羡慕着他怀中的女孩。此时美人在怀的萧炎正贪婪地嗅闻着薰儿的气息。萧炎哥哥，这些年可不要怪薰儿不在你身边。薰儿轻声道。萧炎哪里会怪他，松开怀抱揉了揉薰儿的脑袋，萧炎轻笑道：“你当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”薰儿却是注意到了萧炎身上的伤，轻轻转身，目光紧盯了不远处的冰河。薰儿柔声道：“接下来的事交给薰儿好不好？”萧炎自然是不会拒绝的，这种时候硬着脖子强撑是不明智的。冰河一看情况不妙，立马表示自己只是想要恶难独女，萧炎则是可以既往不咎，但那恶难独女自己是绝不会放过的。一听到冰河突然变卦，青海顿时就急了呀，立马惊叫道：“冰谷主，那萧炎可不能放过啊！开玩笑，让萧炎跑了，那自己如何回去跟上面交代？”冰河立马就沉了脸色，这个蠢货不识时务。冰河道：“你若是想抓他，便自己动手。”被呵斥的青海瞬间也黑了脸。薰儿懒得继续看他们狗咬狗，淡淡的道：“不必争了，这里的人你们一个都带不走，1分钟内带人离开这座城市。”此话一出，冰河与青海本就难看的脸更黑了。开玩笑，2人好歹是有些脸面的人物，虽说那2名黑衣老者震慑力很强，但也不至于便是能够让他2人说滚便滚。不信邪的青海老头讽刺薰儿，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得罪一个惹不起的存在。薰儿嘴角微微一翘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这句话让魂殿殿主来说，或许还有些气势，而你没这份资格。”一时间摸不清对方到底什么底细的青海老头不再说话，有些疯披在身上的冰河却是很勇敢地站了出来。冰河觉得，若今天真这样灰溜溜地转身走了，那冰河谷的脸可就真的有些丢大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丢脸的在后面。于是出声训斥道：“我冰河混迹中州这么多年，可还是第一次遇见你这般猖獗的小辈。”于碧一副要代为教训薰儿的样子，凝聚出一截黑冰尖锥。那白发黑的老者能让自家小姐动手？冲上去就与冰河比划去了。另一名黑衣老者一看自己没得选了，只能勉为其难的将青海与天双子当沙包喽。被打前，青海秉承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态，命令甘大等人出手击杀萧炎。一旁的天双子一听，自己也不能落了面子呀，当下也命令冰河谷众长老协助魂殿之人出手擒拿萧炎。要知道，如今那萧炎身旁，光是他们已知的斗尊强者便是有2位哦。得到送死命令的甘大等人真的会谢好吗？但是想到不动手的话，回家会更惨，众人还是硬着头皮上了。在2处大战爆发之时，那甘大一行人也是逐渐将萧炎与薰儿2人围住。至于后面的小医仙与天火尊者嘛，谁都不想早点超生，是不是？看着眼前那名为甘大，实力丝毫不比雾护法弱的魂殿强者，萧炎止不住的皱眉。这么多人一起上，就算是寻常的斗宗巅峰强者也顶不住啊！就在萧炎迟疑是否要同薰儿一起出手时，薰儿突然召唤出一股金色如液体般的火焰。这是萧炎第一次见薰儿使用金地焚天炎。注明金地焚天炎在异火榜上排名第4。甘大等人在那金色火焰出现的一瞬间，几乎是同时催动体内斗气，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。巨大的斗气劈链撕裂空间，瞬间变质。只见薰儿不慌不忙地玉手轻抬，小嘴对着手中的金色火焰轻轻一吹，一团金色火焰罩瞬间就将他与萧炎罩入其中。众人的合力一击，竟然只是令得火焰罩表面泛起阵阵涟漪而已。甘大等人慌了，立马就想再次联手攻击，薰儿却是缓缓抬头，轻道了一声去，周身的金色火焰罩顿时爆裂而开。
化为10几道火焰光束，出现在甘大等人面前，直接无视斗气防御，洞穿了多人的胸膛。一些侥幸没被击中致命位置的人也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薰儿这一手直接震惊了众人，然而这只是开始。只见薰儿屈指弹了一缕金光后，之前被药老轰开一个洞又被冰河补上的大阵瞬间就破了。与此同时，众多黑影极为整齐地闪现在了薰儿面前，对其躬身行礼。薰儿只是微微点头，玉手一挥，他们则又是化为道道黑影闪掠而开，分布在城市四周，警惕着任何突发状况。你就说有哪个男人能拒绝薰儿这样的女人吧？看着眼前强大又迷人的小女友，萧炎深深地意识到自己需要足够强的实力，这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尽快得到新的异火。此时距离单会开始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，那丹塔的3000焰炎火，萧炎志在必得。此时白发老者与冰河的战场有些诡异，由于白发老者越打越兴奋，使出了地印诀的第4印烟天印，让冰河意识到薰儿他们居然是古族人。冰河这下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要知道以古族那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要灭他冰河谷并非是不可能之事。冰河利用洞天掌应接了一记烟天印后，见那白衣老者还要再打，连忙拱了拱手跟薰儿示弱，并召回了天双子。众人都被冰河的变脸术惊呆了。天双子愣了一会儿后就反应过来，薰儿背后的势力是他们冰河谷得罪不起的。青海的反应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，连忙摆脱黑衣老者后，就冲着冰河怒吼道：冰河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想丢了冰河谷的脸面不成？此话一出，可算是把冰河谷的脸皮放脚底下踩了。不过冰河连同冰河谷也没有什么脸可以丢了，面子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嘛。冰河突然变卦之时，薰儿就知道冰河猜到了。薰儿偏过头，将目光转向萧炎，意思是选择权他交给萧炎了。冰河很是上道的拱手冲着萧炎道：这位小兄弟，恶难独体的事，日后我冰河谷不会再插手。萧炎一笑道：此事本就是误会，既然谷主都这般说了，萧炎自然不会过多纠缠。其实萧炎心中很清楚，为什么冰河变脸如此之快，不过现在不是撕破脸皮的最好时机，等日后有足够的实力了，自己再报仇不迟。冰河见萧炎没有执意追究，狠狠地松了口气，表示邺城的残局冰河谷将会让人补偿收拾后，连忙领着冰河谷的众人跑路了。青海尊者就没有那么好运了，毕竟萧炎与魂殿那可是不死不休之局，被那2名老者架住逃跑无果后，青海为了不被萧炎封印，选择了自爆，结果他出逃的灵魂体还是被薰儿揪了出来，团把交给萧炎了。一个斗尊阶别的灵魂成功钻进萧炎的口袋，薰儿瞥到萧炎用来封瓶口的异火，顿时掩嘴偷笑道：允诺心言，苏仙大长老没被你气得跳脚？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这次若是你不出现的话，我想要脱身可是有些困难啊。薰儿还没有答话，一旁的白衣老者就笑着插嘴道：在你进入中州不久，小姐便是接到了消息，然后不顾族中争议，带着我2人强行出了古界，跑了大半个中州才赶到这里，不过好在你没事，不然小姐怕是真要暴走了。此话一出，薰儿红着脸怒嗔道：林老。白发老者连忙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不说了，心里却是感叹道：古族的那些年轻小伙子是一点戏都没有喽。不过萧炎和薰儿在一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即便他是萧玄的后辈。看着薰儿一脸红而更加粉嫩的脸，萧炎的心中涌上些许感动与火热。不过很快他就快乐不起来了，因为薰儿与小医仙的目光已经对碰在了一起，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，两女的对碰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